新月，到底是谁害了你？若梦告诉妈妈好不好？妈抓不到真凶，到死都不能闭眼啊！妈，你知道香香家住哪吗？香香，女婿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新月生前总说香香是他的恩人，我想去看看他，替新月好好谢谢人家。新月说香香是他的恩人，这怎么可能？香香明明是我给他取的小名。3个月前，我女儿被人杀害分尸，扔在巷口。家属冷静点，现场太血腥了，你不能进去。让我看看我女儿，我的新月呀！死者当时怀孕8个月，腹部重伤，一尸2命。这件事轰动全城，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调查。巷子没监控，大雨冲刷了所有痕迹，毫无头绪。案子查了3个月，上面下令专案组被迫解散。求求你们，再查一查吧！我的老婆孩子不能白死啊！我愿意悬赏1000万，务必找到杀死我老婆的凶手。可案子查了整整3个月，始终没能找到凶手。妈，你小心点，别摔着。程琳，新月是什么时候跟你说香香是他恩人的？就他遇害的前几天。不对劲，新月遇害前几天明明回过家陪我吃饭，他的状态没有任何异常，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他具体是怎么跟你说的？一字一句，你好好想想。新月那天情绪很低落，他靠在我怀里说，要是没有香香，他可能早就活不下去。他还说，香香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恩人，让我以后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报答人家。你没问他香香是谁吗？我当然追问了，我问他香香是谁，住在哪，可他却神秘地笑了笑。他笑着对我说，等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满月的时候就带我亲自去认门。可是他没等到那一天，我们的孩子也没等到。香香是新月小时候我给她取的小名，因为她当时小小一只，香香软软的，我总忍不住这么喊她。香香，快吃点苹果，刚洗的。妈，我都上高中了，你能不能别再叫我香香了？要是被同学听到，我要被笑话死。好好好，不叫了。妈，你记住，以后要是我找了男朋友或者结婚了，你可绝对不要在我对象面前提起香香这个名字，这是我们俩间的绝对禁令。新月从小到大那么排斥这个名字，觉得叫香香丢人，她怎么可能主动跟程琳提起，更不可能说自己是自己的恩人。到底是谁在撒谎？如果新月没说，那就是程琳在凭空捏造。可她为什么要捏造一个她根本不可能知道的假名字？妈，新月从小就跟你相处，什么事都知道。你认识这个香香吗？不认识。这样啊，我还想着，要是能找到香香，好好谢谢人家，也算是圆了新月生前的一个心愿呢。我丈夫去世的早，新月是我一个人含辛茹苦带大的。她是个性格软弱善良的孩子，从小到大都没跟人吵过架，更别提与人结怨。妈，你快看，程琳今天特意去报了个烹饪班，就为了以后能天天给我做好吃的。她说外卖不卫生。老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用我的命保护你们娘俩。正是因为她太单纯，案发现场又没留下痕迹，警方才难以排查仇家，迟迟无法破案。可是程琳跟新月大学同学，恋爱5年，结婚3年，这整整8年里，他对新月的好，我看在眼里，没有任何人能挑出毛病。程琳是这世上除了我以外对新月最好的人，没有他，新月不可能过得那么幸福。如果是程琳在骗我，他是从哪儿得知香香这个称号的？他又为什么要对着新月的墓碑跟我撒这种细思极恐的谎言？你的腿是怎么了？前段时间找杀害新月的凶手线索时，不小心蹭了一下。妈，你别担心。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受伤了别硬撑，新月要是还在，一定也不希望你这样。我知道了，妈。
案发这3个月来，女婿他没有一天停下过寻找凶手的脚步。何必信，专门尾随孕妇的流浪汉。好，我马上到。而且还照顾住院的我。妈，你吃一口吧，算我求你了。你可是新月最重要的人啊！要是他在天上看到你现在这样折磨自己，他得多难过呀！没有程琳这3个月不分昼夜的照顾和开导，我可能早就随新月去了。也许是我想多了，可新月在死前骗了程琳，他故意留下香香这个暗号，到底想传递什么消息？喂，张组长。宋女士，打扰了。刚才有人匿名给我们专案组的内网发送了一段你女儿出事当晚的偷拍视频。张队长，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有当晚的视频？是真的。你们现在方便立刻来一趟专案组吗？方便，方便，我们马上就到，马上。张科长，凶手是谁？我们技术科的人已经连夜鉴定过了，这段匿名发送过来的视频没有动过任何剪辑或合成的手脚，是原画面。注意看他的步态，身形偏瘦，而且腿部有残疾，走路一瘸一拐。两位，好好想想，这个瘸腿的男人，你们认识吗？瘸腿？这人是你？妈，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是凶手？我那么爱新月。如果不是你，为什么你刚好跟那个杀人犯一样有腿伤？我不是告诉过您了吗？腿伤是因为当时找线索的时候不小心伤到的。两位，我理解你们迫切想要抓到凶手的心情，但凡事要讲究证据。视频来看，嫌疑人跛脚的是右腿。孙先生，可以给我们看看你的右腿吗？我的伤在左腿，那看来是误会了。程琳，是妈过于敏感了。没事的，妈，我理解的。后面还有一段视频，你们接着往后看，有没有其他线索？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畜生，在那条没有监控的死胡同里，残忍地杀害了我的心月和他即将出生的孩子。好眼熟，这双眼睛阴沉又冷漠，我绝对在哪里见过。可是，到底是在哪儿？凤女士，孙先生，你们仔细认认，对这个人有印象吗？不认识。我也没见过。新月平时那么善良，连个仇人都没有。根据案发时间和现场地面的积水情况来看，这绝对是案发当晚拍下的。我们推测，被害者刚进到巷子里后就立刻遇害了，而这个视频里的男人很大可能就是残杀新月的犯罪嫌疑人。张组长，只有这一段视频吗？这段录像是从哪儿来的？昨天案子因为毫无头绪，上级施压，专案组被迫解散。我都打算收拾东西回市局了，结果今天一大早，突然有人往我的内部邮箱里私发了这段视频。今天早上？对，不仅如此，对方是大量遣发，我们局里每个警员都收到了。同样的视频，就连本市各大新闻媒体的公共邮箱也全被这段视频塞满。现在网上铺天盖地，全都是这段视频，舆论闹得非常大。上级顶不住压力，专案组立刻重启。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我，呼吁我们必须尽快抓到真凶。这个匿名发件人为什么不早点交出这段视频？偏偏在你们专案组解散后，才突然这么高调的群发到所有人手里，太奇怪了。这段视频的内容如此关键，如果拍摄者第一时间交出来，案子早就破了。而且孙成林对外发布了整1000万的悬赏令，他连这1000万的重情都不要，为什么之前了无音讯，
今天却突然搞出这么大阵仗。宋女士，这也是我们最疑惑的地方。我们怀疑发视频的人根本不是为了钱，他这么做的动机很有可能是故意想把事情再次闹大，利用社会舆论昂逼警方重启调查。那能查到是谁发来的邮件吗？我们技术科第一时间尝试去反向追踪发件者，可对方是最高级别的黑客手段，匿名发送 ，IP 地址经过了多重伪装和海外节点隐藏。我们不仅追踪不到他的真实位置，甚至连回复邮件都会被自动拦截，完全联系不到对方。他总不可能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吧？你们赶紧调附近几公里的所有监控啊，看他到底往哪儿跑了！他在急什么？怎么感觉他像是在害怕警方查到视频的发件人一样？小陈，进度怎么样了？正在排查，组长。我们正在调取案发当晚3公里内所有的监控探头，因为时间跨度大，目前已经排查了大概70%，但暂时还没发现视频里跛脚男人的痕迹。70%还没找到，你们的速度能不能快一点？新月还在天上看着，我们要让他死不瞑目吗？喂，是我。说。在外围接送落卡的时候发现目标了。什么？组长，我们在老城区排查，发现一个男人跟视频里的嫌疑人一模一样。你们先盯死他，绝对不能打草惊蛇！我现在马上带人过去。走，去抓人！组长，人在里面。这人外号叫老拐，是个孤寡老头，他家就住在1楼尽头那间屋子。刚才我们亲眼看着他进门，之后就一直没出来过。全体注意，准备行动。新月，终于要找到害死你和孩子的凶手。你好，社区排查燃气管道安全，麻烦开一下门。是这双眼睛，跟匿名视频里那个雨夜狂魔一模一样。你们总算来了，控制住他！哈哈，我等了你们整整3个月，你们终于来了！哈哈哈。怎么会？童年报承诺，有少女是人妻，这些照片贯穿了我女儿整整一生。20多年，这个如同下水道老鼠一样的男人，竟然在暗处阴冷地窥视了我女儿20多年。你这个变态的畜生，你竟然这么早就盯上了新月！没错，人就是我杀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给新月和孩子陪葬！快拉开他！嫌疑人不能被打死在现场！你这个畜生！新月那么善良，他哪里得罪你了？你要用那么残忍的手段对他？我认罪，你们把我带走吧。带走，回去连夜突审。不对劲儿，这太不对劲儿了！他要真是跟踪狂，偷拍女儿20多年，为何偏偏在她怀孕8个月时痛下杀手？又为何精心选了无监控的死胡同作案？被抓时却毫不挣扎，主动伏法。倪行人如果是为了孙成林的千万悬赏，视频早应该被拿出来。如果不是，那他隐瞒3个月后高调群发，目的又是什么？妈，新月从小就跟你相依为命，你什么事都知道。你认识这个香香吗？孙成林在坟前莫名其妙问我香香的事，到底是在试探什么？到底他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向日葵枯萎了，连新月童年的照片都能保存得完美无缺，这说明他是个极其细致的偏执狂。照片保存这么好，怎么会允许阳台上摆着一束死了那么久的向日葵？老拐根本就不是凶手！变态！也怀疑8个月孕妇的下的凶手！枪别把钱当万最国，会伤害着报仇！后，不要妨碍
老拐绝不是凶手，这一切的真相远比我想象的更加恐怖残忍。我必须做点什么，不能让真正杀害我女儿的凶手逍遥法外。不行，绝对不能带他走！宋阿姨，你为什么要阻止警方带走嫌疑人？你是不是不想让凶手死得太痛快？你是不是想自己亲手手刃凶手报仇？不，他不能死。疯了吧！受害者亲妈居然护着变态杀人犯！如果他今天被带走了，这一切就全都完了。宋女士，我理解你的丧女之痛，但我们警方办案讲究证据，如果你不能给出理由，我们有权依法将这个嫌疑犯带走。因为向日葵枯萎了。向日葵枯萎了。宋女士，这不过是一盆死掉的花，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我还以为有什么惊天内幕呢，搞半天是为了盆枯萎的向日葵，太离谱了吧！神经病，这可是一条人命，他在这扯什么向日葵，耽误警方破案。妈，你是不是受刺激太大，身体不舒服了？一盆花而已，跟抓杀人凶手有什么关系啊？妈，要是身体不舒服，现在就带你去医院，咱们让张组长把这个畜生带走，给新月报仇好不好？我说了，这人不能带走。他一旦被带走，这件事就彻底完了，新月的冤就永远沉在海底了。宋女士，希望你搞清楚现实。老拐的房子里贴满了你女儿的照片，这证明他早就盯上了你女儿。警方掌握的匿名视频拍得清清楚楚，案发当时就是他一直尾随跟在你女儿身后，这一切明明白白。更何况，就在刚才，他自己已经亲口认罪了。嫌疑人已经认罪，证据确凿，你再这样妨碍公务，我们只能依法对你进行传唤了。对，耽误破案就是包庇凶手，把他一起抓起来。自己疯了还要袒护变态，他女儿造了什么孽，开成这种妈？我猜的没错，向日葵就是信号，老拐就是现在唯一能撕开完美犯罪真相的口子。老拐根本不是凶手，你们谁要是想把他带走，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这老女人绝对是疯透了，居然拿命去保这个杀人犯！满嘴胡言乱语博眼球，我看他就是想红想疯了。妈，我求求你清醒一点，别再闹了。我知道新月的惨死让你备受打击，可你不能在这里胡说八道呀！凶手好不容易才落网，咱们让张组长把人带走好不好？宋女士，你口口声声说老拐不是凶手，但他自己都已经亲口承认人是他杀的了。你说他不是凶手，证据呢？嫌疑人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已经供认不讳，请你不要妨碍警方执行公务。他认了罪，就代表他一定是凶手吗？那如果我现在大喊一声人是我杀的，你们是不是连查都不查就能直接判我的罪？办案讲究的是证据，不是儿戏。我们有完整的证据链。证据？张组长，你是干了10几年的老刑警了，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发生的太顺了吗？你们专案组才刚刚因为找不到线索被迫解散，所谓的线索视频就立刻凭空出现了，证据也明晃晃的摆在眼前，生怕你们瞎了看不见。最可笑的是，嫌疑人被抓后连一句辩解都没有，毫不犹豫就认了罪。是我杀的。这一切的一切，张组长，你不觉得顺的有点不正常吗？你到底什么意思？你们以为他认罪了，这案子就结了？你们以为那满墙的照片就能轻而易举的定他的罪？你们错了，这一切都是演出来的。这老太太肯定是因为女儿死了，受刺激太大，脑子出问题了。就是啊，哪有这么明目张胆的替罪羊？人家自己都承认了。因为背后的那个人，他怕了。
因为那盆花。宋女士，一盆枯萎的花能说明什么？这也算证据。他怕我们查到真凶，怕新月拼死留下的信号被我们看懂。这花根本就不是普通的花，它是新月藏在这里的眼睛，是他死死盯着真凶的眼睛。宋女士，可以具体说说吗？这盆枯萎的花足以说明老拐这段时间不在这里，他是刚回来，被人故意安排在这里的。他哭了，是因为有人强行掐断了信号，是因为有人怕我们顺藤摸瓜查到什么，提前毁了证据。老拐要是今天被你们稀里糊涂的带走了，所有的证据就全都没了。那害死新月、害死我那还未出世外孙的真正凶手，就会永远藏在我们身边，永远逍遥法外。我怎么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一盆破花而已，怎么就成了受害者的信号了？对呀，什么叫有人逼老拐当替父羊？我怎么感觉听得这么玄乎呢？写小说的吧？我干了10几年刑警，什么离奇的案子没见过。经他这么一点拨，这一切确实太顺了，顺的就像是一场别人精心编排好的大戏，只等警方来按剧本收网。妈，你冷静一点，当心身体。妈，虽然这一切的确有点太顺了，可这恰恰说明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想快点给新月报仇啊！您肯定是最近太累了，新月的死对您打击实在太大，所以您才有些难以接受这一切。不过没关系，等张队长把人带回去好好调查完，这一切就能水落石出了。您说对不对？我说了，谁要是想带走老拐，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宋女士，可是不把人带回去，我们怎么继续调查？怎么更好的审问这一切，查出真相？张组长，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听完再决定到底要不要把人带走。你说。第一，一个处心积虑跟踪了我女儿几10年的变态跟踪狂，为什么会在自己家里贴满照片，却连窗帘都不拉？如果老拐真的是一个偷拍跟踪狂，那他偷偷拍下的这些照片，一定是见不得光的。妈，变态的心理怎么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来推断呢？说不定他就是有这种特殊的癖好。第二，凶手作案时精心挑选了没有一个监控，大半夜连个鬼影都没有的偏僻小巷子下手，说明凶手心思缜密，极度狡猾，极其渴望隐藏自己的行踪。可你们看看他在作案后不但没有逃跑躲藏，反而大摇大摆地走回家，沿路故意经过了10几个监控探头，然后他就乖乖坐在家里等着你们上门来抓。面对你们的审问，他连半句狡辩和挣扎都没有，直接开口认罪。张组长，你们真的觉得这合理吗？这死老太婆今天吃错什么药了？平时那么好骗，今天怎么这么难缠？绝不能让她破坏了我的计划。老拐，再问你最后一遍，人到底是不是你杀的？人就是我杀的。你们别听他胡说，他刚死了女儿，受了极大的刺激，脑子已经不清楚了。你撒谎！你根本就没杀新月。这些年，你一直像个不见天日的幽灵一样暗中跟着新月，根本不是因为你要害她，你是在保护她呀！认出我了？怎么会认不出呢？这双眼睛化成灰我都认识啊！对不起，
为了保护你们母女的周全，我缺席了你们整整28年的人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拐，你们认识？人确实不是我杀的，真正的凶手是他，孙成林。他怎么敢？他一个没有身份、连户口都没有的废人，怎么敢当众指认我？你疯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那可是我的老婆，我的亲生骨肉。他们死了，我比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要难受。这段时间，我每天东奔西跑，四处求人，连一天都没合过眼。为了抓出凶手，我甚至不惜变卖家产，悬赏千万。我这么爱他，我怎么可能杀他们？孙成林，别演了，你的演技只会让人觉得恶心。张组长，你们快把这个变态跟踪刚抓起来啊！他在这妖言惑众。孙成林，新月对你这么好，肚子里还怀了你的孩子，你究竟为什么要害他？妈，你为了一个变态的话怀疑我？你们看看，他墙上贴满了我老婆的照片，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偷窥狂。他残忍地害死了我的老婆孩子，现在居然还敢在这里空口白话地污蔑我！你们千万不要放过这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啊！对，严惩杀人犯，不能听这个老变态在这里胡说八道，带走他！孙成林，你真以为你做的那些丑事全都天衣无缝吗？你以为新月临死前什么证据都没留下吗？张组长，你们千万别被他给骗了，他就是想脱罪，罪的证据肯定是伪造的。这个老痞子天天跟踪我老婆，手里还有凶器，不是他还能是谁？你这个变态！我老婆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缠着她？你把她还给我！孙总太可怜了，看着好心疼。严惩变态杀人狂，千万别放跑他！就是啊，抓贼拿赃，这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嫌疑人，刚才宋云指出的疑点，我们警方自然会核实。但是你长期尾随死者陈新月，甚至多次出现在他家附近，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就目前看来，你这个一直跟踪受害者最大的嫌疑。对此，你作何解释？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踪他吗？哼，为什么？为了寻找下手机会，别想耍花招，坦白从宽。28年前，有人放了一把火，想要烧死我和我的家人。那场火很大很大，我拼死救下我的家人后，自己也侥幸活了下来。因为我怕那个放火的人发现我还活着，会再来害我的老婆和孩子。我这28年像个幽灵一样活着，只求远远看着我的女儿平安长大。可我怎么都没想到，新月最终还是遇了害。我躲在暗处，看着你悬赏千万找凶手，看着你跪在专案组门前求他们继续查案。看到这一切，我恶狠的想吐，因为我很清楚你就是凶手。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想用这种编造的苦肉计脱罪吗？警察同志，他在演戏。我没有演戏，因为我是新月的亲生父亲。你说什么？妈，你别信他，他是个杀人犯，他身上有刀，他这是为了脱罪，在编故事骗你。你给我滚开！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老婆，我这辈子一定会让你和闺女过上好日子。我怎么会认不出你呢？我怎么会认不出你？哪怕他脸上全是烫伤的疤痕，哪怕他走路一瘸一拐，哪怕他老了30岁，瘦成了皮包骨头，可这双眼睛从来没变过，化成灰我也认得。妈，你是不是魔怔了？我岳父早就死在火灾里了。他不是什么老拐，他是我的丈夫陈卫国，是新月的亲生父亲，是那个在28年前为了救我和新月葬身火海的男人。28年前，新月才2岁，那时候我们一家3口住在老城区的一栋筒子楼里，日子虽然清苦，但很幸福。爸爸！他是个老实人，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那天他说工地发了奖金，要带我们去吃顿好的，可是半夜家里突然起火了，火很大，整叫我变形毒死，根本打不开。卫国，走啊，我们一起走！别管我，
快带新月跑！等到消防队员赶来，一切都成了废墟。我以为他死在了火海里，哭了3天3夜。我想过一死了之，可新月还小，他还需要我。我告诉自己，陈卫国把命留给了我们娘俩，我必须好好活着，把闺女养大，才对得起他的牺牲。我从来没想过你还活着，更没想过你竟然在我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守护了我们28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我这个样子只会拖累你们。就算你真的是我岳父，那也只能证明你逃过了一劫。可当年的火灾不过是场意外，跟现在的案子有什么关系？意外？那根本不是意外，那是蓄意谋杀！蓄意谋杀，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28年前，我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那个包工头叫孙振雄。孙振雄这个人心黑手狠，他承包的工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甚至拿废钢筋充数，害了不少工人。我看不过去，偷偷拍了照片，想去举报他。把底片交出来，我给你一笔钱，不然让你全家都不得安生。我把老婆孩子送出去后，自己被困在火海里，在被大火吞没的最后1秒，我拼死爬上窗户，从楼上跳了下去，才捡回这条命。我的腿，我身上所有的伤，全都是那时候留下的。好心人把我送到医院，我在床上躺了整整1年多才能下地。我这28年像个幽灵一样活着，只求远远看着我的女儿平安长大。可我怎么都没想到，新月最终还是遇了害。我躲在暗处，看着你悬赏千万找凶手，看着你跪在专案组门前求他们继续查案。看到这一切，我恶狠的想吐，因为我很清楚你就是凶手。你简直是疯了！我知道你痛失爱女，精神失常，但你别在这里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凶手？你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却在这里扮演一个好丈夫。你以为你真的赢了吗？张队长，您都听见了吧？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他因为多年前的火灾毁了容，心里极度扭曲。他跟踪我妻子，残忍将她杀害。现在眼看事情败露，为了脱罪，连这种荒谬离伦的故事都编得出来。陈卫国，我们同情你的遭遇，但办案讲究证据。你空口白牙指控孙成林是凶手，证据在哪里？他能有什么证据？他就是一个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偷窥狂罢了。证据？就凭他是陈卫国，是我爱了半辈子的男人，他就算是死，也绝不可能伤害新月1根头发。我信他。倒是你，孙成林，你千方百计的想要坐实他的罪名，是不是害怕他手中的证据？妈，新月刚死，你不仅替他认贼为父，还帮着凶手污蔑我。新月在天之灵，如果看到你这样，该有多寒心！寒心？新月最寒心的就是瞎了眼嫁给你这个畜生。孙成林，你以为你伪装的天衣无缝吗？你以为这世上没有人知道你的秘密，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是谁吗？我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你以为新月什么都不知道，像个傻子一样被你骗得团团转？你错了。新月在遇害前早就察觉了你的阴谋，这是新月死前亲手交给我的绝笔信。绝笔信？怎么可能？新月那个贱人竟然还留了后手。这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着孙成林是如何蓄谋接近他，又是如何想要他的命。他杀了人，还能全身而退，继续过他光鲜亮丽的日子。我不知道怎么办，但我很明白，我绝对不能让他得逞。你这疯子在胡言乱语什么？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拍下来，等专案组解散的消息一出，就发到网上去。对，就这么拍。我故意让人拍下那段视频，在专案组解散后群发出去。我要让所有人以为我是凶手，我要让警察来抓我。你知不知道报假警、伪造证据是什么罪名？我知道，但只有这样，孙成林才会彻底放松警惕。他以为案子结了，以为找到了我这个替罪羊，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查了。可他不知道，我宁愿自己把牢底坐穿，宁愿千刀万剐，也绝不会让我的女儿新月白死。我为的就是这一刻，当着全天下人的面揭露孙成林的一切罪行。
你少在这里编故事了，信上根本就不是新月的字迹，这封信根本就是你伪造的。大家看看他，一个毁了容、瘸了腿、心理扭曲的拾荒客，为了逃脱杀人罪名，不惜在这里信口雌黄，伪造证据。也是啊，这老头长得这么吓人，怎么可能是新月的爸爸？说不定真是为了脱罪瞎编的。我信。妈，你疯了吗？他是我爱了半辈子的男人，我相信他。妈，你真是老糊涂了！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新月生前亲口跟我说过，他爸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一场大火中去世了，这是他心里永远的痛。你们看看眼前这个人，毁了容，瘸了腿，像个地沟里的老鼠一样偷窥别人的生活，他怎么可能是新月的爸爸？对啊，新月那么漂亮优秀，怎么会有这种乞丐爸爸？妈，我知道你突然失去了新月，心里难受，接受不了这个打击。可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对着一个变态跟踪狂就乱认老公啊！孙成林，收起你那副恶心的伪装！我的丈夫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他的眼睛。你们就看着这疯老太婆在这里妨碍公务吗？她说她是新月的爸爸，她就是了。有证据吗？有户籍档案吗？有 DNA 比对吗？这位女士，在没有确凿的生物学证据之前，单凭主观认为是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的。看吧，这不过就是这个杀人魔为了脱罪编造出来的荒谬借口而已。他就是想拖延时间。张组长，赶紧把他抓起来，判他死刑。谁说我没有证据？你还能拿得出什么证据？你连个身份证都没有。这是新月留给我的，不信的话，你们可以拿去做字迹鉴定。其实新月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认出我了。爸爸，爸，我知道是你，我认得你的眼睛，你别怕，我谁都不告诉，我不告诉妈妈。从那以后，他偶尔就会来找我，给我带好吃的，给我买新衣服，蹲在马路边跟我说说话。她怀孕后来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多。她说她害怕，她说孙成林变了，变得让她感到极度陌生和恐惧。把信交给我。妈、爸，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的香香啊！对不起，女儿不能陪你们到老了。我曾以为我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我有世上最好的爸妈和最爱我的丈夫，可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那个婚前对我爱到骨子里的男人，婚后慢慢露出了他狰狞的真面目。他不再温柔，不再体贴，他开始疯狂地控制我，没收我的手机，不让我见任何朋友，不让我和外界有任何联系。你只需要乖乖待在家里生孩子，外面的人一个都不准见。假的，那是伪造的。他有抑郁症，这是他发病时乱写的妄想。我以为这是他病态的爱，直到有一天，我在他忘记关掉的电脑里看到了一个隐藏文件夹。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爸就是孙振雄，就是当年偷工减料被我爸举报，从而放火烧死我们全家的杀人犯。天哪！杀人犯的儿子娶了仇人的女儿。看到孙振雄在给孙成林的遗书里写了一句话：儿子，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把陈卫国一家3口都烧死。你要是以后遇到了他的家人，替爸爸把这件事做完。孙成林一直留着这封遗书，他早就知道我是陈卫国的女儿，他接近我，追求我，娶我，
全都是为了完成他爸爸恶毒的遗愿。不是的，我没有，他在陷害我。张组长，这是他们串通好的污蔑。孙成林，你这畜生，你敢做不敢认吗？我不敢告诉妈妈，因为她身体不好，我怕她承受不住这个残忍的真相。我的傻女儿啊，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啊？爸爸，谢谢你这些年像影子一样一直在我身边，我知道你一直在保护我，可这次我可能真的逃不掉了。如果有一天你们看到了这封信，请你们一定要把孙成林绳之以法，不要为我难过，我只是去了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妈妈，你要好好活着。爸爸，你也不要再躲在暗处了。你们还有彼此，你们还可以继续走下去，替我看看这个世界，替我活下去。爱你们的女儿，新月，绝笔。你这个畜生，你娶我女儿，竟然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杀她！放开啊！组长！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恶魔，你还我女儿的命！杀人偿命！枪毙这个畜生！信纸上有受害人的指纹和泪痕，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我没什么好说的，既然你们全都知道了，那我也没必要再陪你们演这场无聊的戏了。对，人就是我杀的。你这个畜生，他是真心爱你的，你居然这么对他！那你要我怎么办？陈卫国毁了我爸的一生，害得他在牢里活活病死。我作为儿子，难道不应该给他报仇吗？你要报仇，你冲我来呀！我女儿她是无辜的。当我知道你的身份后，曾劝过他跟你离婚。你知道他当时说了什么吗？他说他不管我们上辈子的恩恩怨怨，他说他现在过得很幸福，他很期待你们孩子的到来，他想跟你一起好好过日子。怎么会？他明明都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和目的，我一直都在骗他。心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我该死。现在道歉有什么用？我的女儿已经回不来了，你这个恶魔！道歉，对，道歉。心月心软，我去他坟前忏悔，你求他的原谅。把他给我铐起来！放开我！我要去找新月！你这个恶魔，你没资格再去见新月！带走。新月，爸爸做到了，恶魔终于下地狱了。被告人孙成林因犯故意杀人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现依法判处被告人孙成林死刑，立即执行。被告人陈卫国犯妨害伪证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别难过，早在我准备这么干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今天这个结局了。是我错了，既然我用了错误的方法解决问题，就应该为我的行为负责。我等你回家，新月一定也想爸爸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看他。新月，
妈妈带爸爸来看你了。香香，爸爸来看你了。直到孙成林落网后，警方查阅了新月的日记，我们才彻底拼凑出所有的真相。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孙成林在案发后会千方百计地套我的话，特意讯问我关于香香的事。你所做的一切，香香都知道了。孙成林，你藏不住的。孙成林心里有鬼，他极度害怕女儿真的将这复仇的秘密告诉了第三个人。为了灭口，他只能来试探我，想知道香香到底是谁，到底在哪儿。女儿利用了他的恐惧，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我们留下的最致命的暗号，因为他一问就会彻底暴露。我的心月用他自己的方式保护了妈妈，也亲手将凶手送上了断头台。香香，下辈子爸爸换一张好看的脸，再清清白白的做你的父亲。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拍个照。28年了，我终于又成了一个有名字的人。以后我们好好生活，带着女儿的那份儿。要不要买一个？新月要是在，肯定也想让你尝尝。好，买一个，给新月也带一个。我对不起你们母女，28年，我明明就在附近，却不敢露面，看着你们受苦，看着新月从小没有爸爸，新月从来没有怪过你，她小时候总问我爸爸是什么样子。我说，你爸爸是个英雄，是会保护我们的人。现在你回来了，我们一家3口也算团圆了。哪怕新月不在身边，你吃吧，我不饿。以前我总在远处看着你们，看着你牵着新月的手，看着她蹦蹦跳跳的样子，我就很满足了。以后我陪着你，替新月陪着你，再也不分开了。回家吧，我带你看看新月的房间。她房间里还留着很多小时候的东西，都是她的宝贝。好，回家看新月的房间。这孩子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的。今天我又在校门口看到那个拾荒的叔叔，他每天都坐在对面的天桥上，看着我们放学。同学们都说他很可怕，满脸的疤，走路一瘸一拐的。可我不怕他，因为他的眼睛很像我爸爸。你看那个瘸子干嘛？他满脸的疤，多吓人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就是我爸爸。虽然妈妈说他死在了火海里，可是万一他没死呢？如果他真的是我爸爸，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丑吗？还是因为他怕连累我们？明天我要去问问他。如果他真的是爸爸，我就叫他一声，希望到时候他能应我。香香，我的香香，是爸爸不好，爸爸应该早点认你的。香香，对不起，爸爸来晚了，爸爸以后再也不走了，
就在这儿守着你和你妈。是向日葵的清香。新月，你闻到了吗？新月，我知道，新月正在天上看着这一切。